画面上两位潜水中的男生，实际身份是制造业主管跟游泳教练，他们的宝贝猫咪是鸡鸡跟蛋蛋。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他们的婚房啊，对，算是婚房，看到吗？这个应该是我目前开箱到花了最多钱的房子了，25平啊！你们室内装修费用大概花了多少钱？不含软装的话，大概350左右。大家好，我是肤浅喜欢被赞美的丹丹。今天我要带大家来看一户很特别的新家开箱哦。那你在干嘛？这上面顶光，所以我不这样子的话，我的脸会过曝。门铃在哪？这里吗？没锁哎。现在这里是他们家的玄关，很漂亮的玄关灯。这边是他们放外出物品的伞架。这边是鞋柜、客位，他们家真的很宽广哎，客厅跟他们办公的地方。那原本这里好像是一个房间，直接把墙拆掉之后呢，看起来就很宽敞，而且他们有整面的落地窗，视野超级宽阔的。我们要进去他们的卧室哦。一整面的衣柜，他们的床头有很 fancy 的水波灯。最羡慕的是，他们这个长虹玻璃后面隐藏着步进式衣柜，超奢华的，这是我的梦哎！这是他们放行李箱的地方，而且两边都可以放哦。往这边呢，就是他们的厨房，他们把洗衣机直接放在里面了。这个是屋主画的哦，因为他们家刚好就是养了白猫，叫做蛋蛋，花猫叫鸡鸡。我没有开黄腔哦。这边是他们的厨房，这厨房有整个移位置了，所以就变成是电磁炉。这边是他们的冰箱。绕了一圈之后呢，我们又回到他们的玄关了。这是一个回字形的设计。那现在我们就请屋主来介绍他们家吧。屋主怎么称呼呢？我叫 TK，我叫连杰。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他们的婚房吗？对，算是。想要问一下你们家的全幢大概是多大？全幢是39.76，室内实际坪数大概是25，实际坪数比我的全幢还要大哦。那你们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大概是去年10月中下旬开卖，然后我们就买了。哦，所以它是盖好才贩售的房子。对，还没有预售。你本来就住在附近，对不对？对，我们观察的这一栋也蛮久的，外观都盖好了。他还没开卖的时候就有先问过他们，这个到底什么时候开卖？他说哦，一直还没好。实际上开卖的时候，他就直接邀请我们来看。这样子25平啊，你们室内装修费用大概花了多少钱？可以透露吗？不含软装的话，大概350左右。这个应该是我目前开箱到花了最多钱的房子了。我刚刚有稍微看了他们家一圈，我觉得这个钱真的是花得非常值得。现在就来看一下他们家有什么特别之处吧。这边是鞋柜，下面也是放鞋子，然后我们这边有做一个高度，下面是放猫砂盆，猫咪可以进来，然后站着上厕所。那这鞋柜有透气孔吗？鞋柜没有特别的透气孔，平常我们会放在玄关的地板，等到干爽的时候我们再收起来。这落尘计算很大。那这边是放一整排的鞋柜，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平常出去的时候，大家现在都会戴口罩嘛，所以我们就会放一个专门放口罩的地方。从这边已经可以开始看到屋主对于摆放东西有一定的强迫症哦。那下面这边是猫砂盆。对，总共有3个猫砂盆，然后我们都尽量让它不要直接从外观上面看出来。我觉得它蛮低调的，而且我会以为说这是一开始就选好了选品，因为它的色系很相近之外，这边的灰色也跟你们家设计上有相呼应。对，特地挑选的。而且你们这边鞋柜这样算是有2个区域，因为这边一个嘛，然后还有玄关这边，这里也有一个可以放鞋子类的东西吧。上面这边比较深，然后是有放几双鞋，有一个吸尘器放在这边，然后这边有做一个灯，算是回家之后，然后就在这里告诉你欢迎回来。没错。你们这个灯有什么特异功能吗？它其实是可以上下调整的，像这样子。那你们这个漆是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全室都做，这是什么漆啊？这就是我们全室做的特殊辅料，设计师帮我们挑选，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有跟设计师说我们喜欢灰色调的，所以在风格上面他就帮我们找到这一款适合我们家的一个特殊涂料。而且我不知道画面上看不看得出来，它带一点珍珠的光泽。你们家好像通通都漆这个哎，这边这个门片也通通都做上涂料了。这是一个隐藏门，这会是我们少数没动到的地方，完全维持它的原状。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整个绕圈之后再来看一下他们家没有动的地方本来长什么样子。我们再往后面来看一下。这是餐桌吗？对，这是我们的餐桌，呼应到我们上方圆形的穹顶，是请设计师帮我们设计出来一个，因为他知道我们很喜欢圆弧的东西。穹顶这样设计在这边，这个有什么用意吗？因为我有跟他说，我希望我们家多一点圆形的几何再出现在我们的格局里面，然后他就是帮我们做了这样子的呼应。我看到你们客厅其实也有蛮大的工作区域啊，那你们最后真的会使用这个桌子吗？其实我们很少在这边用餐啦，因为它虽然是餐桌，可是我们很少在这边用餐，所以这是摆设。
算是一种摆设了。那这个摆设区域花了蛮多钱的。好哦，这边就是你们的客厅沙发嘛。没错。我想要问一下，因为你们这边也有工作桌，这里也有沙发，那你们是在工作桌看电视多，还是沙发多呢？其实都有哎。如果我们想简单看的东西的话，我们可能就在书桌上面往中间移，然后就可以看电视。真的要认真追一部剧或是看一部电影的话，就会一起窝在沙发。然后如果只是平常投影到大荧幕的话，就可以坐在中间稍微看一下。电视到沙发这边的距离大概是多长？有2米吗？有。那电视是75寸的吗？75寸的。这个电视是 LG 的 OLED 吗 ？QLED。这一面电视柜做到跟电视齐平没错，这是当初我们跟设计师设计的。因为你们这个设计啊，几乎是切齐在这个柜体里面，等于是说后面的空间都是要吃掉的。对，我们那时候在一开始找这个设计师的时候，就有跟设计师说，我们想要让整个电视墙是干净的，一开始就先选好这个电视的尺寸和品牌，对，然后一次给他，然后设计师就做到刚刚好的尺寸可以放进去。上面是给猫走路的，然后是一个么字形的设计，一路走到那边去，对不对？对。我们镜头带得到吗？就是因为它好像没有跟过去。2只猫已经在上面当 model 啊，好配合哦。然后你们有看到那个猫的那个手没有往下抓，那下面有一个猫的艺术品，那就是因为猫会有这个姿势。Hello， 我是丹丹，还没订阅吗？如果你喜欢看居家装潢风格跟饭店开箱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开小铃铛。那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电视墙这样吃出来的空间，它算是往外吃还是往内吃？吃外面客厅的空间，因为你们客厅已经拆掉一间隔间了，所以这样吃也没有问题。吃出来的空间不只是一个电视柜，然后也有很多的收纳空间。那旁边这个柜子主要是放什么东西？这个柜子就是我们猫咪第一个往上的通道，做了一个铁件的猫柜，然后让它上去天花板。它可以从下面这边这样子一路咚咚咚，然后从上面这样上去。中间做了一个猫咪零食柜，这看得起来吗？还是它的极限就是到这里？对。那这样这里面的东西好拿吗？还可以。当初设计为什么没有让它可以全开？为什么是开斜的？因为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要让它这边打开的。设计师那时候就会把压下来的地方压低一点。后来我们才跟他说，我们希望说这边也其实也可以打开，比较好清洁。然后一方面是这个地方也可以做抽屉，这样可以拉出来。但是那时候因为这边都已经设计好，所以这个算是我们后来加上去的，所以他就说那这样的话打开来就会有一些局限在。但我们后来也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使用方式，所以后来就说那就这样子做。天花板的那个弧形的装饰那边刚好有挡到。当初天花板会这样做下来，是因为设计师觉得一开始从大门一进来，这样子有太多的猫咪空间，所以算是有一个把它遮挡住的感觉。如果你没有跟我说，我没有注意到上面是有猫的走道的，对，上面那边都有整个挡住。我们现在可以往后面来看一下你们工作的区域吧。所以这边你们是2人1人1边，然后两边的尺寸都是一样的。没错。这个桌子是设计师做出来的吗？这是完全定做的一个东西，它其实有很多的材料在上面。下面的是木座，旁边有铁件做支撑，下面是强化玻璃，然后上面是一个很贵的石材。那这一整组这样桌子做下来花了不少钱吧？光是这个书桌大概是8到10万。不要觉得我很庸俗一直在问钱哦，因为大家应该都很好奇吧？就是如果说真的有要装修的人做这些东西要花多少钱，稍微了解一下，这样之后你们如果在外面要做装修，心里也有个底啊。那你们这边使用上是根据你们的生活习惯吗？对，因为其实我们一起住有大概在外面租房子也有7年了，然后所以其实都蛮知道自己的生活习惯。以前我们在租房子的时候买了2个书桌，中间再买一个小的柜子，然后上面放茶水，然后很多事情都在书桌上面完成，因为我们就1人1台电脑，然后可能一起打电动啊，或者是一起追剧啊，吃饭也都是在这个书桌上完成。洗完澡出来吹头发、擦保养品也都是在这个书桌上面完成。像比如说我们就是很多保养品啊、保健食品都在这边。洗澡出来要吹头发的时候，就是吹风机放在这边，这边是直接有一个插座在里面。都已经先设想好了哎。没错。那这柜子里面会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吗？这边都没有。没有哦，好失望哦，好想要自己乱翻一下哦。那这边是另外一个给猫咪走的通道嘛？没错，这边是我们另外一个猫咪可以上去走道的地方。因为我们不想要把这些空间都裸露在外面，所以我们就用一个柜体把它挡起来。猫咪的出入口在旁边挖了一个圆孔，可以从这边进来上去上面的走道。你们连这个柜子本身都漆了涂料？没错，原本是铁件，后来漆了墙壁用的一样的涂料上去。这个想法是设计师的建议吗？设计师其实在规格上面都有一定的要求，所以这个是他自己的想法。你们当初是跟设计师下了什么样的
样的指令呢？给我最贵的做法。如果是设计师单方面觉得说这个要怎样做的时候，他其实就不会特别跟我们多加预算了，因为你们预算也是蛮突破天际的。你们这平均每平的装潢预算是10几万呢，差不多哎，因为我们实际平数是25平，所以差不多对。你们这边因为有很多窗户嘛，那你们客厅的窗帘是采用哪一种款式？这边的窗帘是柔纱帘，你们是电动的吗？对，这个是电动的。哇，好酷哦！那我们摄影师拍得到吗？它这个卷下的样子，那每一面都是吗？因为你们还有一些窗，因为其实我们是一个么字形，然后我们其实没有做到全面都是，所以这只有面对外面的那一面，车窗就没有遮。那你们上面这个灯也是设计师挑选的吗？他其实有给我们看过一些，只是一开始3D 图他给我们的时候，就是长类似这样子的吊灯，这看起来超像喜德的灯的啊！那个厂商要出来认领一下吗？是你们家的吗？没有业配哦。然后这边是放什么东西啊？这边就是生活杂物了。这幅画是也是他画的。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设计理念吗？因为这个是你们家的2只猫嘛。对，我觉得它放在这个空间里面，完全为这个空间增加了灵魂，画龙点睛。画的时候啊，你是有什么想法？我自己本身是念美工的，设计师在设计这间房子的时候就有跟我们说可以挂画，然后我画的概念是用点线面和颜色的对比去呈现这幅画。所以你有针对这个空间选择它的颜色，因为我们家本身设定就是灰色调，需要有一个亮点的东西在。我觉得不是用很多家具的颜色来衬托，而是一个主视觉在某一个地方颜色让它缤纷一点。它真的是让这个空间变得比较温暖，而且大家有发现吗？灰色调是他们家整体的风格嘛，然后这上面的配的那个颜色，我觉得刚好就跟你们摆出来的东西很近似哎。这里有米奇，这里有小熊维尼，这上面颜色就配上去了。但我觉得这后面这整个空间它是有一个整体性的。那你们这个框花了不少钱哈？大幅的框大概5000多，这个花了5000多，然后里面厨房还有另外一幅画哦。刚刚大家看那个一镜到底的时候应该有看到，那个框也很贵，正方形那一幅3000多，表框的部分。我觉得值得啦。你的作品就是要用好一点的框来衬托它。这边看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去看私领域吗？好。你们这个卧室呢，我最觉得惊喜的是这个东西，这个灯，你有印象花了多少钱吗？它是有点工程延误，然后帮我们升级的。原本是灯条，设计师送啦，因为你们上面那边呢还有做一个倒圆角的天花板，对，所以这样射上去之后变得很漂亮哎，一个海浪的感觉。所以这个地方是没有额外花钱的。这个灯的部分，那你们这一罐去哪里买到的？在日本请朋友买的，大家都买不到，大家都缺货哎。好，大家直接带走，应该有伴手礼吧？那这个床架都是当初一起去挑选的，一起去挑。床架花了多少钱46000啊？它是先床下面有空间的吗？对，可以收纳。床垫你们是有特地挑选什么厉害的？德国 M 挑比较新款那种有凝胶型的那种。他们前阵子有问我要不要睡看看的，因为我床垫已经买下去了，所以你来太慢喽，蛮好睡的。那这边就是你们的我们的衣柜，衣柜嘛。对，我看到你们有一个步进式的更衣室，除此之外这边还有一个衣柜。对，那可以稍微看一下你们的衣柜收纳吗？可以，像我们没有在分谁穿谁的，我们都一起穿。然后像这边都是短袖。这边可以看到呢，2位屋主应该就是强迫症的严重患者哦，这完全照颜色排好了哎。背心这边是背心，完全都照颜色排好了。那下面抽屉也都分门别类放好了吗？都分门别类，让人充满期待要看一下。像这边就是内裤的部分，你们这是定做的吧？对，还特地叫设计师做了隔抽。然后我们有去算了那个尺寸，比较偏小一点。这超狂的，而且完全也是照颜色排好了。那你们内裤也是一起穿？没有，内裤就各穿各的。哦，内裤像这边是他的，这边是我，我就没有分那个颜色。啊，所以分颜色是他，不是你。对，然后这边就是袜子的部分。袜子也是各自。然后他是穿长袜，然后我就是穿短袜，我比较喜欢短袜。哦，而且你的几乎都偏白耶。对，这一层的部分就是放领带啊、更长的袜子，然后还有毛帽啊什么的，因为我比较怕冷。摄影师快拍一下猫猫，快，好可爱哦。那上面那个深度本来就是预设可以让它爬上去的嘛。我们不让它进足啊，所以它现在是闯进来了。对，那你也要处理。没关系，左右边就是短裤和长裤的部分。好夸张哦！不是我第一次看到裤子收到这么整齐，这种东西要去哪里买啊？我们在Momo买的。我们通常在收衣服的时候，通常都是叠起来，可是叠起来你要拿出来很不方便，把它立起来，然后一格一格的也不会倒掉。我也要去买这个，那个购买链接再传给我一下。然后因为我们有刚好量好那个尺寸，然后去特地找刚好大小的。对，我也要。
还有这边是更衣室的部分。嗯，对，像那边就是短袖，这边就是长外套的部分。可以为我们演示一下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下面的藏的东西。这边就是行李箱，那这是登机箱的尺寸吗？对那大行李箱只有一颗，另外一颗还有一颗在这边啊，这边看到了。对，可以放更大的2个。然后你们就没有选择用电子衣橱嘛，对不对？对。那帽子这个好拿吗？因为它很高哎，还可以就是垫一个脚尖就拿得到。好了，大概只有我拿不到了。你们这边是有另外再独立给他一个厨师的出风口之类的吗？因为我们这样正面看过去，设计师说不要看到那个厨师的孔，所以他把它设在那个屋檐的里面。那我们去看一下你们的主卧的卫浴、婚房，看到吗？好浪漫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去拍这个3王照哎，因为再不拍要老了。你们这边也是特地挑选好同色系的收纳，没错，因为想说如果全部都摆出来的话，就会看起来很乱。那墙面的部分呢，用的材质好像跟刚刚客厅的地板是一样的。没错，一样是用客厅的那种大板砖，然后它刚好一个砖就可以从地板到天花板的高度。整间浴室通通都是哎，包括连淋浴间这边，不只是地板，上面的墙壁也通通都是用同一块大板砖。没错，浴室是整个花钱重做嘛，对不对？对，次卫浴是用建商给的，然后这边是全部重做。那当初会想要把这个重做，是因为对本来的卫浴不满意吗？本来的5金是原本是一定要换啦，因为原本的就是银色，可是我们觉得搭配我们的风格用黑色会比较好看。真的，这通通都是黑的哎，镜头里面看出来质感怎么样？它这个是消光黑，很漂亮。包括这个干湿分离的隔间啊，或者是放备品的架子，通通都是黑色的。那这个怎么干脆把它涂黑？再就是建商给的那个就没有特别做处理，只是下面就是因为银色部分我们有贴就是雾面的透明的，你在这边洗这个高度刚好机机就可以看光光了。没错，虽然说这个没有涂黑啦，不过它这个银色刚好跟你的板砖颜色蛮相近的。重点是他们浴室不只是开窗，是开超级无敌大窗，而且我在这边可以感受到那个风的对流。我们这边看完了，然后准备去看你们家的厨房。好。所以你们可以直接从卧室就直接进到厨房哎。对，我们这边还有设了一个门，因为开出来不只是厨房，它还是阳台，所以这样两边都可以去，对，很方便哎。看这边，然后这是你们的污衣区，就直接坐在一个通风处嘛，就不会在外面有很多衣服挂在那边啊，比较不会杂乱。这边就是工作阳台嘛，对。那这里你们就都是在这边洗衣服，我们就没有把洗衣机放在阳台这边，我们就放在室内，因为第一版设计的时候，室内设计师就已经规划在这边，我觉得蛮好的。因为以前我们在租屋的地方是比较偏山区，洗衣服的时候，如果超过下午3点洗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小黑蚊，然后就会被咬得满身包这样。所以他给我们第一版是放在室内，我觉得很惊艳。像他这样子的动线，就是洗完然后烘完直接拿去里面，然后挂起来。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别的空间吗？这里本来是厨房，这边有一道墙，本来是厨房，所以其实进出水也没有问题，因为还有管道。对，因为我看到那洗衣机后面有出水，那就是本来厨房的出水口。对，厨房就往旁边位移到这边做一个 L 型的。电器的部分我看起来蛮少的，我们的电器柜就差不多这边了，就一个微波炉，因为我们没有长下厨，所以我们一个微波炉就够。这是咖啡机、煮蛋器、果汁机。上面这边就是放一些厨具置物吗？擦手纸。我已经很努力要在他们家找一些不该看见的东西，但是好像找不到，但也不能太过分。那你们这边做了一个很漂亮的木百叶，对，这个是窗户本来还在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原本在里面，是为了让它的风格一致。对，设计师到最后有建议我们说，他想要把这边变成画廊的感觉，所以不想要破坏这一个空间，所以建议我们用一个木百叶挡住。来跟大家解释什么叫画廊的感觉。现在摄影师稍微往后退一下，看一下这个空间的整体性，很好看。这边有屋主画的画作，旁边这边就不是原本的铁窗，它是一个木百叶，兼具厨房跟画廊的风格。那大家可能会想说，我把画挂在这边，那这样厨房旁边有油烟怎么办？因为他们没关系，他们不太下厨的，不太下厨，但还是做了2个电子炉上面这个抽油烟机看起来蛮厉害的哦，它有什么特异功能吗？因为我们用开放式厨房，所以那个抽油烟机可能要比较厉害一点。然后这是我们的设计师帮我们挑选的，蛮大声的哦，它可以下降到一个高度，让它的油烟可以直接这样从这边吸上去，这样子比较容易吸。没错。好，那我们可以请他回家了。好，那你们住进来到现在大概快2个月时间，那你们有煮过
油烟的东西吗？油烟的部分还没有，就是顶多就是煮，比如说水饺啦，或是一开始露出的汤圆这样子。所以还没测试过它的能耐。那时候有开啦，那时候你就会看得到有烟直接从上面吸走。因为你知道油烟这种东西很可怕，是你不见得看得到，就是你会以为它都吸上去，但还是有味道。我会很好奇，它这个吸力有没有办法让你几乎煮完饭闻不到油烟？如果有的话，我下次也要换这个啊。这个是洗碗机，这个洗碗机就是可以直接在里面做烘碗，有烘干的，这比较方便一点。像我就没烘干功能，这边你们都有用厨下式的顺热。那冰箱就在这里了，真的没什么东西。哇，这个是很认真在健身的人哎。那下面这边呢？冷冻食品吗？冷冻食品也没什么，就是水饺啊什么的。万万良蓝莓被网红业配到啊，对。那是什么口味啊？因为我们是吃素的，所以是那个剥皮辣椒的。全空的。那这边是一个可以拉出来的零食柜。他们连零食都要摆到这么整齐，就是清一色，就算东西很多，你只要尽量让同样的东西放在一起，看起来就会整齐了。可以看一下你们的客位吗？客位就是完全没有动，对不对？对，没错。虽然没有改，但是色系其实跟你们家很相近哎。对，这是建商附的，那瓷砖刚好也是灰色的。铁件有换吧？有，这个镜子有换。这原本是一个镜柜，但我们不喜欢镜柜，所以我们就换成跟主卫浴一样的是黑色圆镜。你们的客位超大的，大概是我的1.5倍大吧。最后呢，想要来问屋主几个问题。你们在装修的时候一开始就决定要找设计师了吗？对，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想好我们要的风格是什么，然后我们的生活大概会是什么样的形式，然后需要什么样子的装潢做搭配，就一开始就有跟设计师沟通了。所以你们找设计师的话，你们一开始就已经先列好清单，列出自己的生活需求了。一开始在跟他讲的时候，就已经有跟他说我们的生活形式有什么样的特殊要求，他就会在提案前就帮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纳进去。那像你们沟通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争执，跟设计师吵架？其实他也蛮尊重我们的意见，对，然后会先倾听，他再回去转化成设计。毕竟有可能一开始第一次跟他接触提案的时候，会有很多想法，他也要去整理我们的想法，再做出来。说真的，其实你们也算是预算比较宽裕一点的业主，设计师应该会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挥洒他的创意。你们有什么是设计师提出来这个设计，然后你们觉得这个不行，然后就去修改这样吗？他一开始提供的想法，我们其实都觉得蛮好的，因为他做过比较多的案子嘛，所以其实会比较知道说我们可能欠缺哪方面的知识，反而是他推荐建议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去采纳的这种比较多，比较没有就是他推出来我们不要的很少，而且他好像也蛮会说服我们使用他的想法，只是可能会有一些部分要再加预算这样。哦，就设计师很会洗客人这样，没有开玩笑。但是呢，这是你们唯一找的设计师吗？我们其实一开始有看过一些设计师，尤其是他做了很多这样的功课，他其实一开始就有很喜欢这个设计师了，我就跟他说可不可以再多找一些，他这个设计费也是不便宜。感觉他做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比较高单价，然后我想说，当然还是要多比较一下嘛，所以我们也有去联络一下其他设计师，但是他觉得其他设计师给他的感觉都没有很懂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一开始就比较想要这个，然后他说再去找几间之后，我就真的去又找了3、4间，都是说你预算多少，那你指定了哪个设计师？好，我把名字跟他讲了，他就说哦，你刚好指定到我们的老板，我们的总监，那我怎么知道那个人真的是老板还是总监？有一些就是，那你先传平面图给我们看，比较会一直围绕在他想要某一个价钱，他才会愿意去做我们的设计。那我们这个设计师，他们一开始没有问我价钱，那我们在洽谈的时候，这3个多小时他也没有跟我说价钱的问题，是后来他才跟我讲。哦，懂你意思，因为其实你们并不是没有预算，觉得说我今天来找设计师，我希望先了解他可能会有怎么样的设计理念，再来跟我谈钱。但是前面遇到其他设计师，可能是你都还不知道他可以出什么料，就先来谈钱了，就感觉不是那么好。但是没有先谈钱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报预算。你们本来的预算是多少？我们原本报的时候是大概260几万，距离你们完成的金额差距蛮大的。多出来的预算是花在哪里？有一部分是他可能没有认知到，说我们后来这边有要加瓷砖，瓷砖真的很贵啦，这个是一个。然后还有那个书桌的台面也是有做石材的升级，我们还蛮介意刮痕，所以在硬度上面就有提升。然后厨房的
的也是，浴室原本没有想要整个全部重做了，但后来也是额外加进去的，也是个10几万。如果我是设计师，我会超喜欢你们的。别人通常是想要把预算再往下砍，但你们是觉得我应该要用更好的材质。可是你自己觉得，就多花这些钱花下去之后，你觉得是值得的吗？我觉得蛮值得的，因为钱就是在赚嘛。反正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加上去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蛮后悔的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思路。如果说你已经进入装潢期了，突然在犹豫我要不要加预算把它做到顶，其实我觉得还是加。如果你非常明确知道自己的需求的话，两位屋主他们就是很了解自己需求的人，他们甚至自己都已经写好他们的生活习惯，去跟设计师讨论了。那如果说你没有在该装潢的时候就把预算加到足，等到你事后后悔要重做，那花的钱会多更多，因为你等于要拆掉你本来已经花钱的部分，那你重做的时候你生活也很不方便，还会有粉尘，所以你要重新再出清细清一次。那你们有没有觉得什么东西是做了之后就觉得哇好好用哦，还好有做这个？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回字型，不管怎么走都可以。我们画面里面可能会有猫咪，但人的声音还是会继续出现哦。我们大家都看一下可爱的蛋蛋。像比如说我们早上如果是一起要出门的话，从客厅进到主卫，或者是他从厕所要出来客厅的话，我们可以有2个动线，就不会互相挡到。觉得他们家的那个回字形的设计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之前去住很多还不错的饭店呢，我会最喜欢的格局设计就是回字形，优点就是你不会2个人互相撞到，使用上的弹性是更高的。最后呢，问一下你们这边贷款是贷到几成？贷款其实是贷到8成。你们有做新青安吗？有，但新青安额度是在那边的，所以就是其他部分、就是、不够了要补嘛，就补是补一般房贷把它补齐，还是？对，就是一般房贷。那像你们加起来每个月的房贷要负担多少钱啊？因为现在还在宽限期，宽限期是5年，目前的房贷宽限期下来的话是4万多块，宽限期就要4万多了。对，那你们要开始缴房贷的时候就很精彩了，就很恐怖。那宽限期一过，你们大概要缴到10万，8万多块，快9万，哇，就很厉害，双薪啦，所以 OK。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无法想象知道怎么负担啊。影片就到这边了，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下次影片继续跟着丹丹出去玩，吃喝玩乐不打烊，拜拜。拜拜，谢谢2位屋主，谢谢。我第一次访问到夫妇哎，开箱到一半，突然4个人都坐在电脑桌前，是因为在抢蔡依林的门票。太走进去了，好，可能会有凶多吉少。他有了，哎，我也有了，哎，没有，哦，还是没有，跳出来。啊不。